现在就开始睡觉。Hello， 大家好，我是甩发女王孔雪儿，我是美杜莎金吉亚。大家好，我是电影脸赵小棠。那我要冒出来。大家好，我是虞美人虞书欣。来吧，我们来说一下吧，孔雪儿，你这个睡衣为什么这么的简单？我很喜欢紫色，所以我就穿了个紫色的 T 恤，把它当做上衣。我只带了这一件睡衣。那你真的还是一个挺爱干净的女孩子。大家好，我今天的睡衣穿搭 look 是一套白底黑点波点的睡衣。因为呢，我平时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猪猪女孩，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换一套不同的睡衣。今天正好轮到这一套喽。精致猪猪女还管别人借了一套睡衣。这一套是他送给我，他借给我，他借给我穿的，为了这个节目。这个呢也是他们给我们的，平常从来不带这些。哼。接下来我们来问电影脸的睡衣，就是你劳累了一天了，你想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你看这什么？丛林郁烈，丛林郁烈。我的穿搭风格主要就是简单舒适为主，简单舒适为主，完美无瑕的。你睡觉也穿这么长的长袜吗？到吉亚吧，吉亚，美杜莎，美杜莎，那当然要对吧？性感。其实我一般不戴这个，但是我又想要有一点少女感，所以就是那么华丽、简单又狂野。我还有一个浴衣外套，它是适合冬天穿的那种毛毛的，然后有一个熊一样的帽子，有一个2个耳朵。感觉他是我们里面对睡衣最还比较 care 的一个人。那姐妹们，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和到现在为止我们生活那么久的一个变化。吉亚其实平时的说话并不是说像他念 rap 那种感觉的。有一次我记得我洗澡洗一半，然后停水了，然后头上全是泡沫，然后他就说雪儿，我帮你去打点热水，然后就帮我去接热水，然后帮我去那个洗头，就是很 peace 的那种感觉。Peace and love。对，是我这种感觉，所以还挺好的。他也是会，无论让他陪你去倒垃圾啊，还是陪你干嘛，他都会陪着你的，就是一个陪伴型人格。我第一次见金吉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就你第一次见面就会有一种想跟他交心的感觉，虽然这种人也挺吓人的吧。然后后来来了宿舍之后，你会发现他也有就是经常坐在那儿不舒服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GIA is back。GIA is back。我第一次见孔雪儿就觉得她是一个那种高冷的女孩子吧，因为她穿着一个黑色的那个连衣裙，然后在旁边也是就是挺拔的，像吸着一口气一样。真的不想说她应该也是什么人气选手吧，我就想有什么好拽的。后来没想到我竟然跟她分了一个宿舍，她经常会操控我，让我帮她做一些事，比如在躺在床上说虞书欣，我生病了，给我拿一下这个东西。我说你每天都生病，他就说不是，就今天。我跟雪儿因为在你们之前就认识了嘛，当时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是声乐课，刚开始也没觉得特别好吧，就是一般般。然后现在呢，没想到越来越差。没有，然后因为他练了很多年嘛，然后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会帮我抠，去教我，告诉我哪个点做什么，一遍一遍的带着我来，所以这个就是印象会是越来越好。现在包括雪儿还在一直帮我，事儿成了当牛做马哈。我第一次对他改观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宿舍的这个窗就打开了关不上，然后呢他有一次在那边这样子狂，然后呢他就突然间爆吼一声说我生气了，砰。孔雪儿，你还有这样子的一面，因为那天就是很冷，我就一气之下，我就非要把它搞好的那种。他不是他外表看起来这么的，就是高冷啊，像一个美女，可能内心还住着一个女汉子吧。
接下来说赵小棠吧。行，孔雪儿，我看看你能把我说出什么样子，说不出话来，今天晚上我们的友谊就解散了。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有点也是很害怕嘛，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交流，就是需要去磨合嘛。慢慢的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内心也还是挺需要那种大家的帮忙或者安慰他或者怎么样的那种女孩子。对，小棠虽然她看起来是那种外表很坚强的人，但其实没有那么的坚强。他其实是那种嘴硬心软型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心里就很 care， 然后他还要给自己来一点面子的说什么，哼，老娘就是最美的，老娘就是最厉害的。其实不知道她自己多丑，她又不是自己不知道。她每天都对着镜子哭，说我怎么那么难看。我这个人真的是别的不说，但我的素颜绝对能打。期待后面吧，我在节目里面有很多素颜的时候，美着呢。到我了，到我了。好，我要说一下虞书欣啊。当我进这个寝室的第一天，那个时候她是散着头发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素颜还蛮好看的，素颜还蛮好看的。然后她上了初舞台之后，我说实话，我对她的印象不是太好，因为我觉得她好作，她好作。回到寝室之后，我是很直接的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在台上那么作啊？然后他就说啊，我作吗？我好像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吧。虞书欣真的是我觉得跟我心里中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她很喜欢去帮助别人，去照顾别人的感受。说实话，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认识的一个朋友，但很难认识到我。第一次见的时候，虞书欣这样踩着他的高跟鞋，哦天哪，我真的在那边都快累死了，就这样你知道吗？还有睡觉，每天睡觉前那个，每天睡觉。你们都不要出声哈！你们出声真的打扰我。423，赵小棠，你的声音我还能听见。完了之后，睡觉就开始打呼，睡觉他打呼。不是说初印象吗？不是吐槽。我跟虞书欣就是一拍即合，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就是能让我觉得这么可爱的，这是真话。但现在关系这么好，如果之后要撕，可能很惨哦。以后你们要是真的就是开始不舒服了的时候，就大声的用 rap 说出来，好不好？互相 diss。我不会 rap。赵小棠 is back。我赵小棠现在对你有意见。哎，因为我知道虞书欣的时候，就是从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就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她。哦，孔雪儿都不用说了，因为呢，她早就是我的粉丝，她就一直对我表白。你说吧，继续。我一来我就说，我看过你演的什么话剧版的啊《仙剑奇侠传》什么的，其实很冷门的，我就真的很知道他。然后一开始就是会说一个就是家里就是还挺就是家境还挺好的，也是那种小公主，就是那种很娇里娇气的那种女孩，就是有跟我们这么传达过。但是还好，就是我喜欢跟那种很活泼开朗的人做朋友。我第一次看他就是也是那种特别需要人照顾，特别需要人就是 care 他的情绪，然后娇滴滴什么的。反倒他有一次就是帮我们打扫了宿舍的卫生，就一个人哦，就扫得超干净的那种，我就立马对他就是产生了改观，就会觉得哇，他其实还特别照顾大家。虞书欣在宿舍老打扫卫生，但是他打扫完了也碎碎念。对，他就像个碎妈子。别人可能打扫完了就我把宿舍扫完了，你们下次注意一点。这他是，哎，你们几个。我把宿舍都已经弄干净了啊！你孔雪儿，如果你再乱扔垃圾，你就出去。赵小棠，你把你的桌子给我收好，我这个可不管。金鸡呀，你拖鞋能不能放好？你的鞋子吧拿回去。告诉你们几个啊，这次我倒垃圾，下一次就是你去给我们倒垃圾。你知道为什么要打扫卫生吗？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你以为我们宿舍平常是这样吗？辫子掀开，你们看看，把你们镜头都给弄脏了。然后后来赵小棠说，宿舍嘛，谁先打扫谁就输了，然后输的那个人就是我。就是感觉他其实不努力什么的，比如说对于专业上面，他其实每天都会练到
特别晚。就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多吃点饭啊什么的，或者多待一会儿，他说不行，我要去背歌词了，我要去练习了。他其实心里还是特别就是 care 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的，其实挺可爱的。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分享一些睡前美妆技巧。要快速出门的话，你又不想自己特别憔悴，人的那个心灵的窗户是什么？眼睛。然后我们就是这时候需要那个假睫毛，它特别适合我的眼睛，就是因为它很平，然后它很长，就是它能够框住你所有的眼睛。然后因为你这样有时候这样夹，它其实不是很容易翘，或者它容易塌下来。然后我们就拿吹风机，然后把它调成那个最热的风，对着它吹。哦，所以它烫了就好定型。对，你吹一下我试试。哎。说实话嘛，真的翘了很多，真的翘了，一下就上去了，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个，你怎么不早说啊？非要在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就是，不然这怎么叫小诀窍呢？秘密小诀窍。现在我分享给了所有人，大家都可以用了。因为我其实不是那种很爱肿的人，跟我们某位虞美人不一样。我不太肿，然后还有个这个，就是这样滚，然后它也是就是会让你的那个面部肌肉会稍微变小一点，对，然后也就是会有那个线条的轮廓会比较清晰，你上镜就会好看。因为我比较天生丽质，所以晚上我都没有什么像孔雪儿那么多有的没的，我都睡觉，第二天起来就这么美了。如果一定要分享的话，刚刚说到了我比较容易肿，所以呢，其实它就是。讨厌！有这件事，这样他，我肿不肿？我是不是有点肿？我是不是有点肿？然后俩人模仿我。然后呢，我就会用一个冰锤，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你把它弄一下，就打开来，它就会变得很冰，你就去冰一冰脸部，对，冰敷，然后它会有蓝光，蓝光也会对皮肤比较好。其他的我就没啥了。金吉雅到你了。我更没有啥了。那你是不是个女人啊，金吉雅？我一般洗完澡之后呢，我就直接用洗面奶洗完之后，我就上床睡觉了。我是觉得有一个好的睡眠，新陈代谢，然后就好了。哎，我问别人，就是有些人说，比如说晚上洗脸嘛，会用洗面奶，就是好多人说白天你们会用洗面奶洗脸吗？不用，晚上也不用。我都用卸妆膏。你用卸妆膏不用洗面奶啦？因为我觉得在皮肤上一直这样弄，就会皮肤像我皮肤比较薄嘛，就很容易就是会长痘痘，或者说是就是很脆弱，所以我只用一层卸妆膏。你是我第一个见到不用洗面奶的。但是我皮肤也很好呀，我现在就是素颜。这是法令纹深了在这里。你接着说金家打那个阴影。我还要补充我的消肿大法，就是打阴影，像金吉雅一样打成络腮胡，你干脆贴2个黑片在旁边，就会巨消肿。我每天消肿的方法就是会喝这个酵素。我第一次喝这个太绝了，我第一次喝这个连着拉2天，差点没给我嘎过去，你知道吗？天天在厕所里都起不来。哎，你不是有个睡前必看那个什么东西？我晚上睡觉前就是得听着蜡笔小新睡，我必须得放点啥东西睡觉，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是你不看它那个剧情，你又想知道它演什么，但是蜡笔小新它是一集一集，它是没有关联的。那你想不想模仿一下蜡笔小新啊？配一下音乐。但是我想先听孔雪儿配赵灵儿。啊，对，雪儿想要演赵灵儿。我觉得就是纯属我就是那种完成我一个梦想嘛，大家也就是听听看看开心就好。你们表情管理做好啊。好的。开始哦。我明白了。这样子就想起来了吧？10年前，灵儿知道逍遥哥这里呀。你是说10年以前？对啊，我算过的。今天呢，刚刚好10年。哎，10年以前我也就这么高啊。是吗？哦，
哦，怎么说我也应该比你高一点啊，哎，高一点点。逍遥哥哥，你真是没有变，总是让灵儿这么开心。我还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走。哇哦！打扰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很真挚，很真挚，很真挚。快哭了！我听到六月的雨，我都快哭了。哇，六月的雨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哎，你让赵小棠，你配一遍。哎，我好想听来，逍遥哥哥，是不是灵儿粗心大意，把肘子弄坏了？入戏，信念感。这只不过是个石头。好像灭绝师太了。它是石头啊！我太可怕了吧！这个，快点，拜拜，打扰了。等了10年，你终于回来啦！哎，我们真的认识啊？当然啦，你忘了？糊涂虫，我们10年前就见过面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是吗？是啊。哈，我明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入不了戏好吗？看着啊，姐姐怎么配逍遥哥哥的？哼，我可是竞争过赵灵儿的人。他是石头啊！我知道逍遥哥哥，你不会骗我的是吗？我知道逍遥哥哥，你永远也不会骗灵儿的。灵儿，就算他是石头吧，他也是逍遥哥哥你给我的，所以呀，他一定会发芽。你笑什么？幸好你没有演臭灵儿，导演的眼光是对。行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宿舍该睡了。真是好困，走吧。我们呢已经结束了一天辛苦的训练，现在我们4个美女要进入梦乡啦，然后我也要睡觉喽，晚安哦。姐妹们，告诉你们，我现在要睡觉了。赵小棠、孔雪儿、金姐啊，不要发出声音，把灯给我关掉。好了，已经辛苦了一天了，赶紧睡吧。赵棠，我都听到你说话了，不要再发出声音了。不要那么多话。虞书欣总说我们吵他睡觉，希望他晚上不要打呼吵到我们吧。